大家好，我是慢工出细活的何 C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古早味蛋糕。首先来准备材料，因为很多人说古早蛋糕用的鸡蛋太多，做不成功就会被妈妈追着打，所以呢，今天就给大家出一个小小的古早味蛋糕，模具就是平常的吐司盒。方子如下。选用吐司盒呢，是因为它够高，能支撑蛋糕的膨发。先做一个跟模具一样的油纸，点出4个点。再折叠油纸，之后呢，根据这些折痕来裁剪我们的油纸。不过呢，吐司盒底部有3个洞，我们需要用锡纸包裹住。现在第一步就来分蛋。说到底呢，古早味蛋糕就是烫面版的戚风蛋糕。我这里呢用的是5个超大号的鸡蛋，是想做个实验。你想过为什么商业的古早味蛋糕是不用水浴制作的呢？让我们往下看，家庭不用水浴到底烤出什么样的？分好的蛋清呢，请一定放入冷冻层，这个是关键之一。小火慢慢加热油，加热到75摄氏度，千万不要高过85摄氏度和低于60摄氏度。让温度计呢搅拌一下油，这样子测温更准确，不然有可能测到锅子的温度哦。关火，直接倒入一个耐高温的碗中，再筛入面粉，让面粉慢慢的接触热油。如果你直接浇在面粉上呢，有可能会烫熟面粉，起面疙瘩。之后的质地呢是油润可流动的面粉糊。倒入牛奶搅拌，千万不要这一步放入蛋黄啊，因为我上一次做这个呢，脑子抽风，先放入了蛋黄，就成了这个鬼样子，蛋黄疙瘩汤。加入的牛奶呢，已经让面糊降温不少。这时候呢，再倒入1半的蛋黄，先让它们的质地一样。之后呢，再加入剩下的蛋黄搅拌。这个蛋黄糊是流动的细腻的质地。拿出我们的蛋清，这个时候你看到的蛋清呢，是结了很碎的冰层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这里呢是分了2次加入白糖，第一次呢是小气泡，第2次是有纹路。蛋白打发是古早味蛋糕的关键，你做的是古早蛋糕呢还是古早大饼，就要看这一步了。我啰嗦一下，冷冻后的蛋清呢用于打发呢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蛋清的细腻。现在呢，低速整理一下，最后的状态呢是细腻的纹路，小小的弯钩状态。古早蛋糕呢，千万不能打硬了，不然呢会开裂。现在我们来混合蛋白和蛋黄。我最近呢学了一个手法，是推动搅拌，可以帮助蛋白快速的混合。之后呢，倒入蛋白当中，从下面兜底翻拌，一定要搅拌到颜色一致。尤其呢，你要注意一下盆壁上的蛋白是否混入了蛋黄当中。我把镜头拉近一下，让你们检查一下质地，细腻，没有大大的气泡。如果你的油纸不服帖，可以用蛋糕糊抹一下油纸。最后呢，倒入吐司盒当中，
再抹平一下吐司盒。大烤盘呢倒入温水，最后呢还剩下一些蛋糕糊，我就倒入了另一个吐司盒子，一个呢放入水里，一个放入旁边，看会烤出来是什么样子。140摄氏度烤60分钟。我知道大家都喜欢不开裂的，那你中途呢需要看一下，看它已经隆起来，就需要加入一些常温水，用于降温。这个呢也是关键之3。烤好了，拿出来看看，拍拍底部，咚咚的抖臀小蛋糕就好了。我们来切一块看看里面的组织。我在切的时候啊，那种沙沙的声音，还有蛋糕咚的顺势倒下来，真的是超级疗愈。另一个呢是没有水域的，已经烤成了外壳坚硬，里面软软的。我倒不知道该怎么给它起名字了，反正啊味道是不错哦，有点像手指饼干。方法和方子呢都教给你们了，怎么做呢都不会难吃的。其实呢我挺喜欢原味蛋糕的颜色呢，祝大家肤色都像这个蛋糕一样嫩嫩白白，气色好。第2天的古早味蛋糕依然坚挺不塌陷，1个字，稳。我是何 C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别忘记点赞哦。